大家好，我老周，讨厌跑步那个。今天来介绍的是亚瑟士 Axis 最新推出的 Gel Kaya Nimbus 一代。感谢各位朋友对 Kaya 27及28比较影片的小失调的回应。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工作有时会突然有点忙，再加上5月病还没有好。原本打算上个星期就应该做好的影片呢，结果拖到现在。哦，对了，今天居家自我味觉及嗅觉的检测还没有做，先来做一下好了。OK， 过关。相信有在关注 Kaya 消息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Kaya 27呢及最新的28代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在于新的一代脚感的整体变软，那支撑性呢也不若以往，还被网友戏称差点以为 Kaya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路跑鞋系列 Kaya Nimbus。因为上一支影片已经概括的介绍过 Kaya 28，所以这支影片呢算是在比对27及28代在比较细节部分的差异，还有一些我对于 Kaya 28代的主观的小想法，所以呢可能会跟上一支影片有一些小重复的地方呢，还请各位多包涵。前面的部分呢可以看得出两双都是双层的网布，但是28的网孔呢要再大一点，上下2层间的空间呢也更大。虽然以跑鞋来看呢，28的透气表现呢只能算是一般，但是在穿着表现的感觉上呢，28的透气表现还是比27代要来得好一些。楦头部分呢，在脚掌以及脚趾空间上呢，我个人觉得27呢及28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如果拥有27代，然后对28代也有兴趣的朋友，尺寸及楦头照目前现有的27代的尺寸去购买就可以了。鞋带部分呢，其实我比较喜欢27代的鞋带。那28代的鞋带呢，手感也是不错的，但是比较没有像27代那种扎实。那28代的鞋带呢，是属于比较偏软、弹性比较好的那一种。那后跟的部分呢，视觉上可以看得出来，后跟收的比较往前倾。那我在上一支介绍影片里面有提到，这一代的后跟稳定在材质的部分呢，做比前一代要更强。不只是材质上呢，就连形状设计的改变，应该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为了要能够包住我们的后脚跟，让稳定的功能更好。在穿28代的时候呢，会觉得脚好像没有像穿27代的那么容易可以把脚伸进鞋子里面。不过也因为后跟上缘的部分呢，更贴近我们的脚跟上方，也就是阿基里斯腱这一段，或许会让有一些朋友的后跟多少有一些摩擦的感觉，所以在试穿的时候呢，要多留意这一点。画面上呢，也可以看得到2代在后跟位置的软硬差异。那 Kaya 28呢，在靠近中底，也就是底部的位置呢，几乎是按压不下去的。2代的中底呢，算是差异最大的地方哦。那27代的中底呢，是 Flyfoam Propel， 脚感呢是觅食中呢带着一点缓震，再加上呢足弓位置的刷级抗扭片的整体面积呢，不光是包含我们的足弓位置哦，那在内侧这边呢，还有向后的延伸哦，再加上它的形状呢，在两边侧边的位置其实是往上翘的，那在抗扭的硬度上呢，其实是相当的强。而且 Kaya 27呢 Duramax 的发泡棉在硬度的设定上呢，2代比起来，它明显的要比28代要来得密实一点。那28代的中底呢，改为 Flyfoam Blast 的中底，更柔软且具备比较好的回弹力的脚感。足弓的位置呢，依旧是有着 Trusty 的抗扭转材质，但整体的面积以及尺寸呢，要比27代要小上非常的多，而且藏在中底的发泡棉里面，边缘呢也没有像27代一样呢有上翘的收边呢来加强硬度。28代看起来呢就是平平的一片，也没有向后延伸呢。光是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预期内侧的支撑力呢一定会往下修。再加上 Duramax 的发泡棉呢，它在内侧的发泡棉的设定呢，又比27代呢硬度要再少上一点点，所以整体的支撑度呢，我个人觉得28代是整个掉了2个档次。综合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Kaya 27代的整体支撑性会这么样的好。如果以我之前做过的6双支撑稳定型鞋款的影片里面的支撑度的排名呢，如果再加上这双 Kaya 28的话，那它的排名呢会是在第5名，会把 FuelSale Prison 以及 Brooks 的 Glycerin GTS 19呢再往后各推1个名次。跑感的部分呢，如果你问我2双鞋我会比较想要穿哪一双鞋出去跑呢，我一定会告诉你是28代。27代当然很不错，但是对我来说跑步已经有点痛苦了，再穿着无趣的27代出门呢，只会让我更想赶快回家。也许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是太过沉稳的 Kaya 27呢，
感觉实在太理性，缺少一点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可以激起我们想要再多跑一点点的感性。我自己在27代上呢其实是感受不到了，但是在28代上呢好像有这么一点点来电的感觉。我在第二次穿着Kayano 28代跑步的时候呢，有感觉到它在后跟着地的感觉呢，跟27代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多了那么一点点稳定的感觉。我的直觉是后跟鞋底的部分的宽度呢，应该是有比27代要来的再宽一点点。那量起来果然没有错，是有多大概2 mm。这个部分呢，不能说对跑感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呢，确实对于后跟着地的我来说呢，有多加了些许安定的脚感。不过前掌的部分呢，28代倒是比27代要再窄了一些，稳定度上应该会有所差异。但是也或许是这样呢，让我觉得28代要比27代来的灵活一些的原因之一。至少我们的脚掌在往前推进的时候呢，阻力有相对的变比较小一点。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啊，如果Kayano 28呢加了运动支撑型鞋垫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自己也是蛮好奇的，所以我在前几天穿的28代出去跑步的时候呢，我把我之前买的 Sidus 鞋垫呢换进我的28代里面，跑了几公里之后呢，感觉到整体的支撑性呢确实是有往上提升一些，但至于我会不会之后都加了鞋垫穿着它跑呢，那就不一定了。这边的画面呢，我们可以先把视线停留在我的脚掌踩到地面上的那一瞬间，那我的脚掌呢会往内侧再掉下去一点点。那同样的角度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换上鞋垫之后的Kayano 28呢，它掉下去的幅度呢有明显的改善。那这是我一点点小实验的记录，也希望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朋友一点参考。体重如果不是那么重的朋友呢，Kayano 28呢或许是还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体重不轻，但是手边刚好也有运动支撑型的鞋垫，那或许28代呢可以考虑一下。那如果你是没有在使用鞋垫的话呢，或许下一代的Kayano会更好。很多网络上的讨论啊，都是围绕在Kayano 28代的支撑变差啦，完蛋啦，亚瑟士要走下坡啦，跌落神坛啦，随波逐流等等。我自己倒不是这么觉得，至少我这个扁平足的中年呢，并不是太讨厌这一代Kayano的改变，跟得上时代，甚至创造时代呢，才是大厂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当然，我对于亚瑟士拿Kayano来大改，一开始呢，也觉得这不是太明智的举动，甚至也不太能够理解。毕竟Kayano是像祖产般的瑰宝，既然没有问题呢，就没有必要去动它。更何况它的支持者这么多众怒难犯啊。但是我佩服亚瑟士的决定，先不论这个结果呢是好或是坏，毕竟Kayano 28呢才出来没多久，现在定论成败呢还太早。至少他们勇于改变，我自己呢是给亚瑟士一个推。不然亚瑟士也没有办法在这几年呢推出在各地市场呢都还反应不错的 Novo Blast、Glide Ride 以及新的 Meta 系列。如果说Kayano 28的改变呢招来了骂名，那就我自己来看，它的原罪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它的家族名称 Kayano。如果跳出Kayano的框架来看这双鞋，其实它会是一双很不错的跑鞋，至少我自己呢是还蛮喜欢的。虽然我说过Kayano 27呢是在支撑度以及舒适度上面呢平衡做得最好的一双Kayano，但是这双Kayano 28呢却是舒适度与跑感最好的Kayano。至少在少了支撑度的遗憾的同时呢，亚瑟士在这双Kayano身上呢补上的跑感。不过我也同意Kayano呢应该还是要有Kayano的样子，但是要如何再把那个平衡给找回来呢？那就是亚瑟士的功课呢。我个人呢只负责嘴。好了，那以上就是我对于亚瑟士 SXGL Kayano 27以及28代的一些比较心得，以及两代间差异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小见解。很感谢你收看到这边，有任何的问题及建议，也麻烦在下方留言处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我是老周，讨厌跑步的那个，我们下次见。